高单价吹风机应该要选 Panasonic 还是 Dyson 呢 ？Panasonic 的这支 NA0J 呢，它有着超强温控，还有水离子护发功能。Dyson 的 HD15呢，则是有着超强的风力，还有精品级的外表。在我实际使用这两把吹风机2个月之后呢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它们的差异吧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会实际测试它们吹头发所需要花的时间，还有最后的毛躁程度。最后呢，也会跟大家揭晓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，私心最喜欢的是哪一支吹风机哦。今天这集呢，真的是会一次得罪2个厂商哦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先来介绍这一支 Dyson HD15。HD15 呢，它其实就是2021年推出 HD08 的小改款啦。那其实最主要差距呢，就是在这一个吹嘴，这个是他们的抗毛躁的新款的吹嘴哦。然后像这样子一整卷的，就是新款 HD15。然后如果是半卷的话呢，就是上一代 HD08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还会再更深入的聊一下这个吹嘴的部分。那首先讲到 HD15 它的外观，其实它让我最惊讶的就是它的包装还有质感，全部都散发着高级精品感。Dyson 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子一个超级大的箱子。那这个呢是它的收纳箱，就是你平常吹风机啊，还有吹嘴什么就可以收在这里面。然后这个箱子呢，它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哦，就是质感非常的好。然后我记得它当初送来，然后我在打开的时候就有一种圣诞节在拆礼物的感觉。然后一打开呢，就是这一支散发着金属光芒的 HD15，就真的有一种自己在买精品的感觉。那相较起来呢，当初 Panasonic 的包装其实就是比较普通的塑胶包装，就是一般的电器的那一种。那我不会说哪一种比较好，因为后来呢，其实经过那个 Dyson 刚开箱的惊喜感，你后来就会觉得这么大一个箱子真的是有一点占空间欸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拿来送礼的话，就会十分的有面子。例如说送你妈妈啊、老婆或者是女朋友，他们都会非常的开心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到 HD15 它的本人哦，它的体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小一只。它的外表呢是这种比较哑光的金属材质。然后呢，它总共有5个颜色。那我买的这一支呢是普鲁士蓝，它是一个比较金色搭配蓝色的感觉，比较低调一点。其实它每个颜色都还蛮低调的，除了那个长春花蓝嘛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按钮，就是在背面的地方，就是前面这边是出风口嘛，那背面这边呢就是有2个按钮这边，然后这边分别是风量跟热度，然后它上面呢各有3个灯。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设计其实并不是很好，因为你实际在使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子吹嘛，那你要切换风量，你就是一定要转过来，然后再去切这样子。然后在下面的部分呢，它就是有一个快速冷风键，所以它整体来说呢，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按钮，然后外形就是走一个极简帅气风。然后呢，我也想要特别提到它电线的部分哦，它的电线呢非常的长，总长度是2.8米，然后大家看到呢，它非常的粗，而且它有一个变压器，就是它体积那么小，可能就是因为它把这个变压器拿出来。然后它的重量呢是800克，那 Panasonic 是550，所以比起来就是重了一点。然后再来我们讲到吹嘴的部分哦，就是它里面其实总共有4个吹嘴。那首先第一个最常用到的是这个，它有点像是甜甜圈的一个吹嘴的样子。然后我觉得它吹嘴非常棒的，就是它是用磁吸的，就是你直接放上去，它就会自己吸住。那为什么最常用到的是这个吹嘴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用吹嘴，你直接用它去吹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风流非常的乱。然后我当初第一次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吓到，然后后来上网一查呢，才发现说哦，你要用这个吹嘴去压制它的风这样子。那你装上去之后，它出来的风流会比较顺，所以平常我要快速吹干头发，就是会使用这一个吹嘴。然后如果我今天有要做造型的话呢，吹到快要干9分干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接上我的造型吹嘴。那这个造型吹嘴呢，它的全名叫做2合1抗毛躁顺发吹嘴，这它的用法其实还蛮多的。然后我当初一开始开箱，就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个吹嘴。那这个吹嘴其实它是有2段可以转的部分。那第一段呢，就是在这个梳子的部分，它是可以往上转、往下转的，就是在这个角度你可以做内弯或者外弯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你往下卷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平平的地方，你可以拿来做一个抗毛躁的功能。那它官网解释这个抗毛躁的功能呢，就是吹到快干的时候呢，你这样子去用它，它就会把毛躁的头发吹到底层，听起来真的超神奇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使用是觉得有一点鸡肋，就是我感觉不出来差异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吹嘴另外一段可以转的部分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往上转。那往上转就是当你今天要吹刘海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把刘海吹蓬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这样子。就等于是一个发卷的感觉。然后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使用这个吹嘴的时候，你会想要把头发固定在这个发卷上面嘛，所以变成你手要去拨。然后如果它热度开到最高的话，你手就是会烫到，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你温度要开低一点。然后再来剩下的另外2个吹嘴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第一个是这个造型的吹嘴，就是它是比较细的，然后你今天就可以搭配一些梳子啊什么的去做造型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宽的，它的风流是可以顺着你的头发这样吹下来，比较不会毛躁之类的。然后在热度的部分呢，它的
的热度是真的蛮高的，就是最高它官网上面写说可以到100度，然后我实际使用也是比 Panasonic 还要高。那虽然说它自己有主打温控，但是呢，它开到最热，我一定还是会吹到流汗。然后这个部分我也必须要说，就是 Panasonic 它的温控真的做的比较好。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啦，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温控做的太好的话，温度就是不够热。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，单就吹头发的舒适程度的话呢 ，Panasonic 整体吹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他们的噪音呢，其实差不多大声，然后 Dyson 有稍微小声一点点。我们等一下也会看一下比较表的部分。所以 Dyson 整体用起来，我觉得它就是需要学习，因为它的风流其实跟过去的吹风机都不太一样。那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到 Panasonic 的部分哦，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我这个是买黑色的，那它其实总共有3个颜色，一个是白色、粉色，然后黑色这样。那这个黑色其实它有一点炭灰的感觉啊，然后它的这个材质呢也是那种哑光金属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重量是550克，就是还蛮轻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上面的构造。首先我想要讲到就是这个吹嘴的出风口啊，它这边有一个那个水离子的发射器。那这一代蛮特别的，就是它的这个发射器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去的机型都是在上面，然后可能装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那这个位置呢，可能就会离你的头发比较远。那现在它就是改到离你的头发比较近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哦，所以照理来说效果会比较好。然后这个水离子出风口其实主打的就是这支 NA0J， 它里面有高渗透奈米水离子，还有矿物负离子，就是可以让你的头发比较水润，然后防静电。那我自己觉得保水的程度呢，真的是 Panasonic 比较好一点，因为 Dyson 它那一支其实完全没有，例如说负离子啊或者水离子之类的功能。然后再我们看一下侧边按钮的这个部分，它侧边按钮呢，它总共有3段的风量，然后4个模式。它的4个模式呢，分别是冷热交替，然后冷风、头皮模式跟皮肤模式。那它的头皮模式呢，就是最高温度会下降，然后皮肤模式则是强制使用弱风。然后我要提到呢，这2支吹风机其实它们吹完，它们的机体都是不会发热，这一点是让人蛮惊艳。然后再讲到风量的部分呢，我当初使用 Panasonic 就已经觉得它的风非常大了，结果后来我用到 Dyson， 真的是觉得 Dyson 的风真的比较大。那其实从它的瓦数也看得出来，就是 Panasonic 它的瓦数是1200瓦，然后 Dyson 的话是1400。然后在风热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，我觉得 Panasonic 它的温控做得非常的好，就是它的热风吹出来是舒适的，就是用它吹完呢真的是不会流汗。然后上一次就有人跟我讲说，如果你会流汗，那你就冷气开很强就好了。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冷气开再强，你用吹风机吹头发就是一定会流汗，因为像 Dyson 这一支它就是开热风一定会流汗，然后 Panasonic 就不会这样，所以其实我个人最满意的就是它的温控的部分啦。然后 Panasonic 它有2个吹嘴，那其实不用吹嘴它也可以直接用，只是今天这个圆的吹嘴它可以集中你的风量，然后快速针对某一个区域去干发。然后另外这个呢就是造型吹嘴，它是比较直然后比较窄的这一种，有没有？去做造型的时候可以使用。然后呢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在日本买就会只附这2个吹嘴，然后如果你在台湾买的话会多附一个卷发烘罩。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决斗的阶段了，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呢使用这2支吹风机从全湿的头发吹到全干需要花多少时间哦。那首先呢选手1号 Panasonic NA0J 呢平均使用了3分26秒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Dyson 的 HD15， 它平均使用了3分33秒。那时间会多一点点呢，就是因为我刚才说它的风比较大，可是比较难控制，就是因为在吹头发的时候，如果你风比较大，其实它会把你的头发吹偏离那个风道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也有测试，如果你今天要做个小造型的话呢，就是用我们刚才这个造型吹嘴，你吹个内弯啊，然后蓬蓬刘海的话呢，所需要花的时间是5分08秒，平均就是从全干到造型结束，总共花5分08秒这样。然后另外呢，吹完的这个柔顺度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哦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表的部分哦。在风量的部分呢，我觉得 Dyson 比较大，但是风大不一定比较好，因为像长头发就比较难控制这样。那在抗毛躁的部分，这2台方式差蛮多的。Panasonic 的 NA0J 它就是有水离子跟负离子发射器，那 Dyson 则是用吹的把毛躁隐藏起来，就是还蛮妙的。那在噪音的部分呢，其实是差不多，然后 Panasonic 稍微大声一点点。那在温度的部分呢，则是 Dyson 比较热，但是在体感上呢，我个人觉得 Panasonic 做的比较舒服，温控的效果比较好。那在电线的长度的部分呢 ，Dyson 它会多一个变压器，这个部分也值得注意一下。那功率呢，也不意外是 Dyson 比较高。那
在特殊模式的部分，就是看大家会不会有头皮啊或者皮肤护理的需求，因为像是 Dyson 它就是完全没有特殊模式，它主要就是靠吹嘴来减弱风力这样。然后 Panasonic 则是有4种不同的特殊模式。那再来讲到 Dyson 它最特别就是它的吹嘴哦，那它总共有4个吹嘴，那最特别就是它的抗毛噪尖造型的这个吹嘴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吹完头发想要顺便做造型的话呢，就是不需要再另外带一个梳子，你就是直接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使用了。但是使用这个吹嘴其实要稍微适应一下啦。然后最后呢，提到在售价的部分 ，Panasonic 的 NA0J 呢，它是10900，然后 Dyson 的 HD15呢，则是14600元。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呢，比较喜欢哪一支吹风机？那我个人呢，以女生的角度来说呢，我比较喜欢 Panasonic 的这一支 NA0J， 因为我个人比较注重的是吹头发当下的感受，就是它吹完真的是不太会流汗，然后整个人是干爽的。那 Dyson 呢，它其实就是非常的精品感，然后外形也是超级漂亮，就是它摆在家里还蛮好看的，而且它的风力也非常的强。如果你不加吹嘴的话，其实它会有一种风刀感。我觉得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 Dyson， 那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支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个人也还蛮好奇大家的观点是怎样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2支高单价吹风机的比较影片就到这边。影片的最后呢，记得要分享给你周遭对这2支吹风机有兴趣的朋友哦。另外那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，我会放在 Instagram， 欢迎去追踪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